皇后，徐黎夫人在庭院摔伤了。皇后驾到！免礼。参见皇后。情况如何？已无大碍，但额上的伤需调理10日。幸好没有摔在石头上，否则性命堪忧啊！好，快去开房煮药吧。诺。姐姐就先在我店里休养，以便我亲自照看。谢皇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都怪我疏忽，在庭院练武时挥动长卷绊倒了姐姐，竟让姐姐受如此重的伤，还求皇后与姐姐原谅。那长卷舞，你一直都收放自如，今日怎会？臣妾这2天只是想练一些新花式献与皇上，谁知练得太专注，没有留意人来人往，恰巧徐黎夫人经过踩在上面，可是我练得太投入，全然不知，谁料一拉长卷，就闻得姐姐摔倒的声音。真不知你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为之。妹妹真的是无心的，还求姐姐原谅，求皇后恕罪。你跳舞时目光流转，怎会不见我走来？我刚一踩上去，你就用力拉扯长卷，将我摔倒，哪有这等巧事啊？但事实确实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姐姐终究是因为臣妾而受伤。皇后若要罚，臣妾愿领受。的确该罚。徐黎夫人受伤，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心，都难辞其咎。看在你有愧疚之意，本宫也会酌情处理，就罚你去知事支部，从初1支到15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沉不住气，时机未成熟就惹是生非，几乎把自己的本性心计全都显露于人前。但那徐黎夫人实在可恨，总是维护皇后，替皇后压我。我也是一时气愤，才出手教训。那你想要人留下口舌，说你恃宠生骄吗？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这几日再怎么吃天香丸，也是白吃。每日都要去知事支部，不但累得头晕眼花，还要假装自责反省。就算一身体相，又如何能得皇上垂注？你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想到此事，就觉得头昏心痛。想着要不停向他们低声下气，还要假装谦卑恭顺，我就难受。真希望早点高飞，到时候要拿皇后100倍偿还。放心吧，高飞的日子不远了。难道脉象流利不色之，如盘走珠，是喜脉。喜脉？我怀孕了，我很快就能生个龙翼高飞了。织布，我倒要看看现在是谁给谁织布。我现在就去告诉皇上，凭他什么责罚，全都免了。哎，慢着，知事一定要去，布也一定要织，而且要织得更操劳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安。起来吧。你急于求见，有何要事？臣妾想与皇后单独商议。有何密事不能宣知众人？
臣妾今日还未用早膳，就前来知事之部了。李夫人既然诚心思过，本宫倍感宽慰。时时已到，便可离开。可是臣妾在织布时，左右思量，越想越觉得臣妾并无过错。你此话何意？臣妾并非有意伤害徐黎夫人，不过是徐黎夫人自己踩上我的长卷，岂是臣妾所能料？即便是意外，也因你不小心而起。如今徐黎夫人受伤，难道你就全无责任？况且你也说过，甘愿受罚。臣妾是感念徐黎夫人的不幸，才退让一步，自请责罚。但皇后掌六宫，该能明辨是非才是。明知臣妾无辜，怎能无理处罚臣妾？你要求见本宫，到底所谓何事？难道就是要用此等歪理巧辩，让本宫免你处罚吗？不是歪理，而是明理之人应当想到，徐黎夫人当时不知闪躲，就应该怀疑是否别有居心，自残以嫁祸于臣妾。如今她受伤，也是各安天命，怎能将所有的怨气都……闭嘴！本宫本也宁信你是无意伤人，只叫你静心自省。但你竟寻衅挑拨，如此态度，只会令本宫更加相信你是有意伤害徐黎夫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更要严惩不贷。皇后想罚我，只怕日后，皇后你会后悔的。本宫不知道你在弄什么玄虚，可无论如何，你休想在这宫里肆意而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踏出知事半步，直到诚心悔改为止。皇后，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！求皇后放过臣妾，与臣妾腹中的胎儿吧！皇后，我真的没有骗皇后啊！求皇后发发善心，让御医来看看臣妾吧。这可是龙裔呀，大汉的血脉啊！皇后，如此重罚，臣妾真的挨不住啊！皇后，别在此装模作样，起来！求皇后饶了臣妾，饶了我腹中胎儿。快传御医！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夫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李夫人无碍，是怀了龙裔。这可是千真万确。夫人脉象流利不色之，如盘走珠，定是有喜。有身孕了。好啊，你以后就好好休养，需要什么就让白明告诉朕。定要小心身子，别又晕倒了。夫人身子虚弱，不宜再过操劳。还不快去为李夫人准备安胎之药，让她好好补气养身。诺。来，皇后，是臣妾有罪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，不要让臣妾再去知事受罚了。臣妾真的受不住啊！你告诉朕，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命臣妾受罚于知事，没有皇后的命令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是，你既然已经有孕，就不用再去知事，好好调养身子，但是也要记住，注意你自己的言行，才可以立德以育儿。可是皇后不是说，即便臣妾怀有龙裔，也一定要受罚吗？本宫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日臣妾因误伤徐黎夫人，自认有过，甘愿受罚。可后来在知事，便觉得恶心难耐，又想到越是迟迟未来，便怕有了身孕。可本宫应你所求去了知事，
你并没向本宫提起你有孕之事。臣妾说过，只是皇后不信。皇后还责怪臣妾恃宠生骄，寻借口逃避责罚。一派胡言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皇后怎可污蔑臣妾？当时臣妾苦苦哀求皇后饶了腹中龙翼，可皇后不但不许，还加倍惩罚。臣妾为人如何，陛下最清楚。陛下认为臣妾是如此狠心之人吗？臣妾也句句真言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若陛下不信的话，可亲自问他们，还有知事的侍女，他们全都听到了。不用问了。今早你求本宫屏退左右，所以已无人可作证。看来，你早已想好做这出戏了吧？臣妾冤枉！冤枉！在知事里，你对本宫狂妄无礼，出言不逊。可本宫方将知事门一打开，你就洒泪众人前，哭诉怀有身孕。皇后，天地良心，皇后怎可冤枉臣妾？臣妾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也懂得抱诚守贞，天地可证。求陛下信臣妾。陛下难道信他？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诬害皇后，那臣妾愿意干裂肠断，花容尽毁。为了取信于皇上，已经对自己下如此毒誓，这母子连心，你就不怕伤及龙翼吗？若伤及龙翼，臣妾愿百倍受罚。公理自在人心，臣妾无惧无悔。快躺下，来。天下间，就有你这等颠倒是非之人。本宫竟还让你入了宫，封了夫人。皇后，陛下不信臣妾。皇后认为此事适宜再论此事吗？启禀陛下，皇后见驾。臣妾参见陛下。朕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美食，来，快来尝尝。谢陛下。如何？陛下怎知，臣妾最近戒吃辛辣？你的事，朕当然最清楚。以前啊，朕喜欢看你吃醋，但最近你好像是吃多了。腌的呀，就好像这梅子一样。若陛下是指李夫人受罚一事，臣妾自问公正无愧，只想有真相大白一日，不愿被人诬陷。子夫啊，其实你与李夫人只是误会一场。误会？我们二人之话矛盾相悖，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，含糊不得，怎是一句误会便可草草了事？心有猜忌，言语冲撞，当然会有误会了。李夫人为护龙翼，难免会出言不逊，这个她承认了，朕也教训她了。陛下信她。你或许是为了徐黎夫人的伤势忧心，对李夫人生了偏见，朕理解。李夫人已说甘心受罚，转而又因事反悔，难免会引起你的猜疑，令你觉得她是找借口脱罪。陛下之意是说李夫人所言为真，反是臣妾怒火遮掩，没理会她的苦衷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李夫人又正怀孕，不如为龙翼着想，就让她安心养胎，既往不咎，和气、和乐、和睦，都是皇后一直坚持的。子夫人怀此心志，若为龙翼，此事臣妾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李夫人的品行，陛下必须认清。过2日，臣妾就要同陛下出宫镇嫔，若无帝后管束，任由她在宫中横行，只怕此行臣妾会一路难挨。寝县镇嫔之行，朕决定推迟些日子。李夫人最近气血不好，胎相不稳，朕想等一切稳定些，再出发。陛下就没想过，她只是佯装病弱，博陛下同情吗？
何况，镇平之期已经昭告天下，百姓皆翘首以盼陛下圣临。难道陛下要为了一个宠妃，让百姓失望吗？朕都是为了龙毅。皇后自始至终都在说李夫人说谎扮假，何以如此笃定啊？臣妾亲眼见她变脸，人前人后判若两人。其实是她亲身哀求陛下留在身边，陛下又一时心软，答应了她吧。皇后是在逼朕吗？臣妾并无此意。你刚才不是说留她一个人在宫中吗？她会事事行恶。如今朕推迟镇平，正好免你担忧啊。陛下为关怀子嗣，延期出发，骨肉情深，臣妾理解。臣妾不该勉强陛下，就请陛下让臣妾独自前往，将浩荡皇恩带给百姓。皇后一定要独往吗？朕只是说压后行程，你却偏要坚持出发。你就不能像从前一般温柔、体贴于朕？陛下，臣妾本以为这建议可以替陛下分忧，没想到却触怒龙颜。只怪臣妾当初不惧慧眼，错封礼机，误堕圈套。臣妾现在就回宫思过，静待镇平之期，依时出发。陛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不能不思之念之，只有将思念化作针线，再用丝线将这疆土一一绣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睹百姓和乐丰足。那子夫要在这图上绣一个和字，贺我大汉天下和乐丰足。如今大汉天下多数百姓已经安稳和乐，虽不是每个人都丰衣足食，但已是臣妾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在这个图上绣个和字，那朕也要兑现承诺，与你踏遍这和乐天下。明月，诺，吩咐善士预备羊羹青鱼，这些都是皇上爱吃的。我先前对皇上的语气确实过重了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白明，小的在。快去为朕收拾行装。陛下明日要与皇后一起出宫镇平。朕答应过皇后，要与她一起到未丰足之地镇平，让天下百姓同享和乐，同沐皇恩。还有备酒，今晚与皇后共宴。诺。皇后，方才皇上的进士已经回禀，说皇上去了披香殿，又没交代何时回来。皇后还要一直等下去吗？再等等吧。诺。
要不是遇见袁叔，还不知道你腹痛难睡。幸好义父找到陛下，若没有陛下守护，臣妾肯定过不了这关。没事的，放心，有朕在。臣妾好怕，求陛下别走。朕不会走的。走吧，回去预备明早出发镇平。诺。快把米粮发放给民众！参见皇后，昨日收到米粮的百姓，现在正在外面叩谢皇恩浩荡呢。希望所有百姓都能丰衣足食。明日我们去石条乡派粮，替我准备些简单衣装，方便行事。我要亲自派粮，让百姓感受浩荡皇恩。诺。皇后，看是谁来了？皇上。段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参见皇后。皇上虽未同行，但对皇后甚为牵挂，所以派我前来护皇后周全。我明白，也多谢段大哥远道来护我。其实，在你走的前一天，皇上已经命人收拾行装，预备与你一起出行，而且已经备好酒席，要去交房殿与皇后相聚共饮。只是李姬几乎滑胎，皇上无奈才……子夫理解，皇上心中有子夫，子夫也别无他求。这几日奔走各处，亲自镇平，辛苦吗？比起这里在田间劳作的男男女女，这些辛苦算不上什么。而且来到这乡野小镇，见到孩子们虽然并不丰足，却仍能嬉戏玩乐，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的那些快乐时光。我一路赶来，见到田野风光，也想到童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，虽然艰苦，但却很开心。我还记得那时候，段大哥与卫青大哥常在河边抓鱼。是啊，卫青最爱吃，只要见到水中有鱼啊，就什么都不顾地跑去抓鱼。我们还一起抓过螃蟹，还有放灯许愿。姐姐许愿不用下田，弟弟则希望能天天吃蒸饼。段大哥呀，就爱拿着土埙，不过吹不出声音来。皇后终于开怀，以后啊，再也不要愁眉苦脸了。子夫真的很幸运，有段大哥这样的兄长，一直守护子夫，让子夫安心。你不是说北斗星可以指引方向吗？可是现在看不见星啊！子夫，你别怕，虽然没有星，但是我可以当你的北斗星啊！好，那朕就当你的北斗星大哥。北斗星大哥，天大的事都有朕护着你。嗯。带你入宫的情景，朕记得；做你北斗星大哥的承诺，朕也记得。恋恋北斗，皎皎此情，长明当空，
永生不渝。启禀夫人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公主，李夫人有身孕，勿需多礼。谢公主。恭喜李夫人身怀龙翼。多谢公主。公主与大将军新婚燕尔，在外游玩的日子可惬意。多谢李夫人关心。本公主在进宫之前，一切都安好。夫人腹中孩子可安好啊？孩子很好，只是我偶尔会头晕做梦。不过想到孩子在腹中渐渐长大，我就满足了。公主要不要摸摸孩子？既然李夫人说身子不适，我就更不敢触碰了。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被人诬陷有损龙胎平安。公主何出此言啊？本公主一回长安，就听到皇后谋害龙翼的传言。入了宫，此等诬陷之词，更是甚嚣尘上。公主明鉴，这恐怕不是诬陷之词，而是事实。我也没有想过，皇后忌我得宠，以致生了狠心。忌你得宠，可不是？你如今这一身以罗珠履，真可谓华美耀眼，气势非凡。你可还记得是如何得来这今日风光？当然记得。当日若不是公主提拔，将我引荐给皇上，我怎得今日盛宠？公主的知遇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当日我见你美貌出众，能歌善舞，又谦厚知礼，才给你机会。既然你记得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一朝得宠就目中无人，妄存野心。冤枉啊！我不负公主叮嘱，好好伺候皇上。只不过得宠，引来皇后妒忌逼害，求公主明察。就凭你几句话，就可以重伤皇后吗？皇后贤德之名，非一朝一夕而得，更非你三言两语可毁。你要知道，你所面对的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一个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。凭你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敢兴风作浪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后不也是公主府中歌姬出身？对于公主与魏家之间的传言，我也知晓不少。如果我将公主刚才所言禀告皇上，公主手揽前庭后宫，图为谋权，公主以为皇上会如何处置呢？你尽管去告诉皇上，我有何惧？你可知道，皇上欲册立太子之时，并非问朝廷文武，而是问站在你眼前的平阳公主。我即使如你所言手揽前庭后宫，那也是皇上对我这个姐姐的信任。你不要以为身怀龙翼就可以任意妄为。以前有个王夫人，甚得君心，又诞下皇子，当日风光宠爱比你更盛。如今她的下场，你不妨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本公主既然能捧你上天，也可以随时把你踩在脚下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相思路魂飞苦，明月寒烟仍孤独。蝶无花，卷飞舞，几番相思却念念虚度。冷风月，几回远，孤灯寒夜愁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几度缠绵，何时再相见？我
我的心只有你懂，苦情难走鸳鸯梦。谁的心事在作弄？情缘别离，却难重逢。真是人心难测。这还没过多久，那李靖就判若两人。当时真不该带他进府，还让他御前单独献祭。当日你有你的苦衷，何况今日的状况也是始料未及的。可这件事，我始终责无旁贷。与其懊悔，不如让我们齐心合力来守护姐姐。其实，贤妻能为姐姐挺身而出，为父呢，已经是很感动了。苗正，这树才会长直，我不能让它长歪。以后就让我们一起围着红豆杉浇水施肥，等花开之时，共赏美景。好，我就许你10年花约。那10年之后，这红豆杉开花结果，我再与你一起收获果实，种下更多的红豆杉，用此生此世，静观山花烂漫。还有这俊逸，也要你好好照顾，让他子孙繁衍，生生不息。好，我答应你，10年之后，我与你牵着俊逸和他的孩子，漫步在这片红豆杉中。10年花月，不许悔言。绝不悔言。花憔悴，苦酒都是泪。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，是我情愿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别拿了。不要害怕，站在我身后。魏晋，魏晋，魏晋，魏晋。
什么？大将军这次遇刺，奋战而伤及心脉，这几日情况已是越来越坏了。这说过一定要治好大将军。臣等已想尽所有办法，可大将军毕竟征战多年，已积下不少旧患内伤，这次新病旧患一并复发，他恐怕坚持不下去了。臣不能失去大将军，加派御医，直到治好为止。否则就不要再来见朕。诺。你说刺客全是常年周转于长安和西域之间的胡商？是，且都是士族出身，常对大汉有不满之言。只是刺客全部被杀，尚未查出是否有同党或背后主谋。继续查。最近还要留心边防，以防外敌先发制人。诺。陛下，去寝县的人向皇后报讯没有？皇后何时能到长安？信使在寝县，没见到皇后。什么？信使到寝县，镇平大队仍在给民众派发米粮，但皇后与段中尉带着小队人转去了平阳县。他们怎么突然去了平阳县？也没有派人来禀告朕。信使已经快马加鞭去禀告皇后了。你再多派人马去追皇后，务必要她速回到长安。诺。拜驾大将军府。诺。此事必有蹊跷。到寝县报讯的人明明说，皇后母坟被水冲塌，但方才发现坟墓无恙，连看坟的人也称不曾派人来报。偏偏此时弟弟遇刺，那究竟是谁？是谁要陷子父于如此绝境？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马上回去。皇后，目前根本走不了，回城的桥梁因山势坍塌而断。桥断了可走山路啊！山路狭窄，仅单程可行，马车根本无法通过。外加现在暴雨不断，走山路实在太危险了。子父曾经孤身一人，走过横尸遍野的山头，如今也不怕走着风雨交加的山道。段大哥，我一定要赶回去。卫青定在垂危之中，否则皇上不会一招再招。我一定要尽快回去见卫青，求段大哥帮帮我。卫青是我兄弟，我何尝不想马上见到他？但是，我现在更要顾及你的安危。我的安危？多少年来，卫青都是处处护我，出生入死，从未想过自己的安危。如今弟弟危在旦夕，我怎能只顾一己之安，置他于不顾？他做的一切就是保你平安，所以你更不能出事。从小，我与卫青以相伴照顾，我每次痛苦无助，每次身陷险境，他都舍身相护。而如今，他重病在我，生死未卜，他现在最需要我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岂能不在他身边？手足情深，岂是这疾风暴雨可以阻挡的？这些时日在外，我常常梦到他。昨夜我还在梦中见到，我与他回到童年，他为我抓鱼，我帮他补鞋，同甘共苦，相扶相持，一切那么美好。可如今，我知道他一定在等我，一定很想见到我。上天既然赐给了我这么个同甘共苦的弟弟，他也会让我们一起共度此关。段大哥，我明白，你见不到卫青，比身陷风雨还痛苦，那我们就冒一次险，我护你单骑奔回去，即刻出发。你好好养病，外敌暂没有任何意图，你不用担心，朕一定会为你报仇。谢陛下。卫青，你连千军万马都尽踏于脚下，也定能度过此劫。你有振作。臣这一生所有功名，为帝所赐，感激陛下提拔赏识，与朕机会，
陛下赐予臣一如伯乐相马，实即不得伯乐，安得千里之足？这一切皆是你该得。你浴血沙场，纵横大漠，为朕立下靖边攘夷的赫赫功劳。谢陛下信任。如若陛下顾念臣曾为汉室立下战功，可否允臣一试？你有何要求，朕都必答应你。你尽管说。臣这一生尝尽人生百味，已是无欲无求。如今只有一忧，就是臣的姐姐。有朕照顾，你无需担忧。陛下，前听风云诡谲，后宫莫不如是。臣担心有朝一日，姐姐为人所害。朕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姐姐一生心系陛下，其心日月可见。可沧海桑田，变幻无常。若能以臣的汗马功劳换陛下一诺，你说，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请陛下念在臣的毕生功绩，保姐姐余生安稳，一生无虞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陛下。你坚持住，你姐姐一定会回来见你的。苍天呐，你已经带走了我的乖女儿，难道还要带走我的贤婿吗？你要带就带我走吧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姐妹，大将军一生戎马，保卫家园，苍天一定会保佑英侯，让他度过这一难关的。人生在世，重要的是不枉此生，其他的不需要牵挂。我知道你会照顾3个孩子，如今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的是姐姐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。要伤子父，就先杀平阳。对不起，公主，为情不能践行承诺，与公主服10年华月了。幸福与否，不在岁月长短，与你携手的时光，即使是须臾，我永世难忘。我为情，从一介马奴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总算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哥哥姐姐。在我最后的日子里，还能与公主相伴，此生足矣。如若能让我再见姐姐最后一面，我便此生无憾。你一定可以见到姐姐，一定可以。
苍天在上，望能怜悯子父卫青姐弟情深，祝子父早日赶回，见卫青一面，让他们姐弟无憾诀别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姐姐回来了。卫青，姐姐回来了。你不是答应过姐姐吗？你不是答应过吗？在天下太平之时，会安享着半生征战回来的福乐。弟弟，你醒醒啊！你起身看看姐姐。姐姐回来了，你答应过姐姐，我们姐弟要闲来共聚，细说小时的种种苦乐嘛。卫青，如今你有良妻，有孝子，有我们小时做梦也不敢想的一切，你怎么舍得唯诺而去？姐姐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你是上天给姐姐的最大恩赐。姐姐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有你这个好弟弟。姐姐以你为荣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卫青一生戎马，7战7捷，战功足可彪炳千古。朕要将卫青厚葬于茂陵的另一边，让卫青与霍去病一左一右，今后常伴在朕的身边。全军将士必自大将军府列队至茂陵，齐齐送别大将军的灵柩。臣遵旨，臣定将一切办之妥当。卫青不仅是朕的干城大将，更是朕亲如手足的家人，定要为大将军风光大葬。朕定会亲临他的小殓和大殓，让他生前身后尽享荣耀。
臣替卫青谢陛下隆恩。你先下去办吧。诺。等等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子父、姐姐，你们要小心身子，丧事朕自会处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多谢弟弟关心。我与皇后相陪，开解劝慰，心神已平静了不少。陛下，臣妾想多留一日陪姐姐，请陛下恩准臣妾明日再回宫。就依皇后的意思办吧。姐姐与卫青夫妻情深，朕会以卫青的大练之期，作辅当心，以谢他巩固江山，所建功勋，以表万世。作辅当心，作为臣子，卫青得陛下以手安心，用此至高仪节告别，是他莫大荣耀。谢陛下如此厚待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丧礼一切事务，朕已交代段宏操持，你们可与他再做参详。臣定当竭力筹办，让魏大将军尽享哀荣。请陛下、皇后、公主放心。有段大哥悉心打理卫青葬礼，子父一定放心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了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陛下因魏大将军的离世而烦忧，臣妾特备了安神祛瘀的汤羹，让陛下舒怀解乏。好，辛苦了。请陛下收拾心情，才能好好劝慰皇后啊！陛下失去重臣大将，可皇后失去的是骨肉相连的亲弟弟啊！唉，这最后一面竟没能见上。皇后肯定悲痛不已，实在是天意弄人啊！要不是皇后突然绕道回故里，如今就不会追悔莫及。明明是去请献朕嫔，中途怎会与段中尉离队返乡呢？也幸好有段中尉从旁保护，否则雨天赶路遇到什么不测，陛下该多担心啊！不要再说了。臣妾是说错什么话了吗？请陛下恕罪。可能是朕多想。你怎么了？你急王叫我进宫来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。这是什么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是在读谁的书札？是姐姐送来的。她已经与喜娘、易叔叔到达平阳县故居，正准备去王母坟前替卫青祭拜。朕还以为是段宏留给你的书札呢。他走得匆忙，未及道别。我也期待他早日报个平安。启禀皇后，李夫人的安胎汤已经备好了。安胎汤，
臣妾近来都有吩咐厨房为李夫人做些安胎汤，现在就送过去，免得凉了不好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李夫人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她是中毒而死的。谁人下毒？朕也想知道。或许要问皇后你。陛下此言何意？最近皇后一直在给李夫人送汤。陛下是怀疑臣妾毒死李夫人？是朕不得不疑。这是她死前留下给她义父的书帛。义父亲近，女儿惶恐，不可终日。皇后外侮，毁乱宫闱。什么？臣妾一向清白，怎会如他所说，与段大哥有奸情？他这是污蔑、陷害。难道他用自己和腹中龙翼的性命来污蔑陷害？这绢帛和凝香墨都是朕所赐，字迹亦出自他手，所以书帛也不可能是伪造。当初说不敢告诉朕，所以急找袁书商讨。朕也可证他死时，袁书是受急召刚到。他上面说，惧怕臣妾与段大哥的事情因被他发现而杀人灭口，所以他的死，陛下认为是臣妾做的，是吗？陛下相信这是实情吗？朕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每次见你，你都是清白无瑕，心明意净。可是陛下还是怀疑臣妾了。朕也不想怀疑，但是朕确实没有证据，以证明李夫人所言为虚，也不能证明你与段宏清白为真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最近发生林林总总，都让朕不得不怀疑，你与段宏之间的情谊到底有多深？请陛下明示。你对他的关顾，他对你的守护，都是义无反顾，舍身忘己。那只是兄妹之义啊！你们乘朕嫔之便，结伴离队返乡，并无通知朕。臣妾已说过，那是街道家。而且你们二人同骑一马回来，态度亲昵，是朕亲眼所见。臣妾见弟弟心切，无奈大雨断桥，山路只容一骑，段大哥才出此下策。段宏也是这样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可到底是事实，还是串通一气，朕已经分不清了。朕还以为调离段宏可以。陛下是为此才调段大哥去守墓，而不是为了臣妾，为了弟弟。陛下竟然因为臣妾要赶回来见弟弟，而错怪段大哥。子夫是在怨怪朕吗？你第一次与朕争辩，是为段宏丧夫，如今第一次怨怪朕，也是为了他。看来你们果真情谊深厚，那为了对方杀人灭口也不为奇。陛下如此妄下定论，也算是明君吗？这也只是依目前的证据而言。臣妾只希望陛下不要受妒火所逼，查出真相，还臣妾与段大哥清白。朕一定会查，但愿事实真相如皇后所言，你与段宏既无杀人，亦无苟且。皇上裁命大人往茂陵为魏大将军守坟。
何以在半路又急召将军回京啊？长安传来消息，说李夫人突然离世，不知是否为此有新的任务。待我明日到达长安，入宫觐见皇上，才有分晓。你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还要赶路。诺。我是宫中李夫人的义父。李夫人刚刚仙逝，我奉皇上之命，为李夫人祈福安魂，所以还请店家这几日专为我准备些糙米粗食。大人节哀，我定会安排的。啊，有劳店家了。大人，您的房间在这边。啊，请。这之字上半部也是后字上半部，之与后二者相近。兄弟应该与我朝当今皇后颇有渊源。这之字又可拆为节，以之字论一生，可用3句话来概括：半生功名，一生寂寞，情路坎坷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既有心引我来此，又何惧现身？武艺了得，剑法高明，但这方氏的皇子到底有何企图？陛下屏退左右，是李夫人之死已查出什么？还是有什么话想问臣妾？朕来是想问段宏的下落。段大哥不是前往茂陵为弟弟守坟吗？朕召段宏折返，但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那他可会遇到什么危险？他身手不凡，能遇到什么危险？但愿他不是因为李夫人揭出秘密而畏罪潜逃。看来陛下已经认定我与段大哥有私情，有罪责。那敢问陛下，可有查出什么真凭实据？朕也想查，但人都失踪了，如何查？陛下，臣妾一直在想，如今一切都与李夫人之死有关。若能找出死因或有眉目，臣妾在宫里也每日在钻研李夫人所中何毒，望能找到真相。幸好西域打通了，从前无所知的药物，如今也发现了。原来西域有奇花异草，足能做到无色无味的毒药。陛下，这就是皇后所言的真相。或者这才是真相。这是你亲手赐予段宏，
内有他附近坟土的锦囊，是他随身之物，别说你不认得。段大哥的锦囊，臣妾当然认得，但怎会在此？因为段宏他刚刚在此。不，否则如此特殊的锦囊，你早就应该发现。侍女清洁打扫也该会发现。定是有人栽赃嫁祸。李夫人说你与段宏有私，你说是诬陷。朕在你寝室亲手拾到段宏的锦囊，你说是嫁祸。是谁诬陷谁嫁祸？是朕吗？陛下，事实并非陛下所见。段宏孑然一身，最亲近的就是你。段宏失踪，朕不得不来问你。但朕本是想在你清净明白的言辞之中解除朕的疑虑，真没想到，原来朕却证实了这一切的疑虑都是真的。请陛下息怒，臣妾确实没有见过段大哥，如今他下落不明。启禀陛下，廷尉急报，于宫外抓住段中尉。如今下落就清楚明白了。好，把他押来见朕和皇后。诺。下去。诺。段宏，皇后听闻你失踪，恐你遇到不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臣于折回长安途中，突遇偷袭，才没有及时回宫面圣。可有受伤？并未受伤，只是被迷香迷昏。醒来之时，已离未央宫不远。若是偷袭，为何只是迷昏你，而没有杀了你？臣也不知道。臣也觉得此事蹊跷，急于查明，所以即刻回宫。还是偷钱回宫，被发现后才假装赶回宫啊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因为你与皇后毒杀李夫人，事情败了，你偷偷潜回宫中，与皇后商量对策，是吧？陛下，李夫人之死，怎会与臣和皇后有关？你与皇后的私情被李夫人发现，你俩联合毒害了她，没想到灭口无用。他死前已留了书帛，揭发你俩苟且之事。陛下岂可妄作定论，血口喷人？皇后何以盛怒至此？难道是心虚？是因臣妾无端被污蔑，还是怕你的段大哥被捕为阶下囚？陛下，皇后一心向陛下，怎会与臣有私？若无私情，无杀人灭口之事，你又为何在面圣之前偷偷去见皇后？臣刚入宫，又何以先见皇后？这是什么？这锦囊是朕在皇后寝室发现的。你若从未去过，锦囊为何在此？陛下，段大哥曾被迷晕，身上物件应是当时被偷。臣妾殿中进出的人众多，要想放一个锦囊，有何难？陛下，臣怀疑陷害皇后与臣的一切阴谋都是一人所为。是谁？李夫人的义父袁叔。袁叔与你二人皆无旧仇，为何要设计陷害？臣也不明白。但这次袭击臣的确是袁术，而且他出手不凡。真的？荒谬！臣妾亦相信袁叔有诈，他与李夫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而且李夫人当日变脸，臣妾也早见识过。朕如今也见识了皇后的变脸。此事牵连陛下英明，皇后清誉，还是请陛下明察秋毫。臣有证据，可证明李夫人义父正是害臣之人。好，但朕就召袁叔入宫，
心服口服的认罪。明日祭祀的事，司河已经安排妥当。仪式之后，我们绕道茂陵，去看看卫青的陵墓，再回长安。公主来回奔走于长安、茂陵和平阳县，只怕公主舟车劳顿。看了方可宽心，我们就陪公主去吧。公主，段中尉的下属张信有急事求见。参见公主。公主李夫人中毒身亡，皇上怀疑是皇后与段大人私情被奸而杀人，已将段大人拘捕。那皇后呢？臣出长安时，只知皇上正召李夫人的义父袁叔与大人对质，似未定案。但皇上盛怒，并不相信皇后与段大人是清白的。我先前在宫中遇到过这个袁叔，其人殊不简单，恐怕当中有极大的阴谋，而且是针对皇后。司河，收拾行装，马上回长安。哦。拜见皇后。参见陛下。皇后带着盘水与剑来，是想效仿朝中大夫蒙冤在身的盘水加剑。端平盘水，请天子公平裁决。若查明臣下不忠于君，将以此剑自刎。陛下，段宏愿与袁叔当殿对簿，洗清冤情。臣妾既设此案，也请陛下一同裁决。如非冤枉，臣妾当以此剑自裁，以正国法。皇后，你我尽是清白，有何可惧？就只怕审判不公。好，你二人若是无罪，朕为你们证明；倘若真的不忠于朕，就让你们正法，让皇后盘水加剑，朕要公平审判。小人愿为义女与段大人对簿，只求为义女讨回公道，安其在天之灵。袁叔，段中尉指控你用迷香施袭，偷他锦囊，放于皇后寝室，栽赃嫁祸。小人与段大人无冤无仇，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陛下，此人心怀叵测，不是早怀恨于臣，就是怀恨于朝廷。几年前，他曾假扮方士，无故为臣所。哦，哼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记得了。陛下，小人曾在城外酒寮算卦，见过段大人。若无记错，当时就算出段大人和皇后颇有渊源。果然不假呀！朕也听过段宏测字之事，真没想到，当年我测出大人与皇后有私，如今我女儿竟因此而死。你捏造事实，一派胡言！你先是以迷香施袭，取我锦囊，再至于皇后殿主，全都是你早有预谋的圈套，以陷害我与皇后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在他身上。臣遇袭时，曾出掌击伤对方，相信袁叔的右肩仍留有掌印。若见掌印，就可证明袁叔栽赃嫁祸，
连同李夫人之死，也另有文章。陛下，小人为了证明清白，只好失礼于大殿。段大人看清楚了，小人身上可有掌印伤痕。当中定有蹊跷。你特意出现在驿站，诱我追踪到郊野，相信一定都是你的盘算。你，陛下，小人痛失爱女，奔走各地以查找真相，栖身于各处驿馆旅社，岂有盘算？可幸苍天见怜，让小人找到人证，并斗胆带进宫来面圣，一揭真相。此人是谁？就是段中尉抛弃之妻骊姬。宣骊姬觐见。民妇拜见陛下。皇后。骊姬，见到皇上，尽可说出真相。当日，段大人为何要休弃你？当日被休，说是因民妇无所出，但实际上是因为段大人心有他人，无法放下，不忍负我。其实，民妇与段大人徒有夫妻之名，未曾行周公之礼。几年相处下来，只觉得段大人对皇后处处关怀，甚至私下约会。就在陛下赐婚的那一天，民妇亲眼看见段大人烧毁与皇后的情书。骊姬，你为何捏造假证词，污蔑我？我只是说出我的所见所闻，可全是不敬不实，够了！除了皇后和段宏，一干人等全都退下！诺。盘水加减，公平裁决。段宏，如今人证都证明了你的不忠。陛下，骊姬所说全是虚言。臣对陛下一直忠心无二，否则不会孤身赴淮南，九死一生，连父亲都未能送终。你是在埋怨朕？不是埋怨，只是抱憾亦抱冤。说臣不孝，是有；说臣不忠，太冤。你不孝，那当年皇太后为田汾之死要杀你，朕逆母相护，也是尽意忘孝。那是因为陛下英明，知道段宏无辜，田汾该死。臣父西域寻张骞为陛下分忧，才错失救人时机。田汾却陷害忠良，意图谋反。但是你劫法场，假传圣旨，罪应处死。可朕仍是保你，在皇太后面前替你掩饰。
当日陛下暗立宫禁，臣也在兰陵殿上拼死阻拦窦太皇太后，替陛下隐瞒。如今想来，当日你到底是忠君尽责，还是为守护兰陵殿的主人，也未可知。段大哥在陛下身边多年，忠君护君，出生入死，陛下何以如此猜夺？不是猜夺，而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陛下，臣确实与皇后没有私情，一切都是段宏一厢情愿。你是承认？一直割舍不下的女子，就是与你青梅竹马、有结发之谊的卫子夫，朕的皇后。陛下，但皇后一心向陛下，知我痴情，既小以大义，断书断情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。段大哥顶天立地，一直以兄长的身份守护臣妾，从无越礼越规啊！皇后楚楚维护段宏，可曾顾及大汉之君的颜面？你夫君的感受？正因臣妾视陛下为此生挚爱，才会心痛，才会不顾礼节地劝告陛下。不要错怪忠良。朕看不出你对朕是何情谊，倒看清楚你与段宏的关切情真。臣眷恋童年结发情谊，的确有罪。听凭陛下发落。若臣之死能令陛下息怒息疑，作为陛下的忠臣，皇后的大哥，臣死而无憾。好。朕就如你所愿。禁卫何在？在。段宏擅离职守，有负圣恩，押下去。明日午时出斩。诺。陛下。至于皇后，封功戴罪。